子跟小朋友继续田径比赛，会不会有点严格？我有请教育局来了解，当然一切活动都是要以孩子安全为最优先考虑，所以我们目前也已经确定，考上之后拍板65亿的治水经费，我们要将台北市整体降雨的容受力从78.8毫米提高到88.8毫米，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持续的全力来布建。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空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县人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大家好。好，那韩国瑜院长到美国去访问有什么样一些的成效了呢？那大家不可讳言，都会拿来当跟郑丽文主席做一些相关的比拟，尤其是接下来无人机战场会不会是所谓的军售 Part 2？ 而这个 Part 2又是国民党各四大天王里头，大家要各自让所有的国民党支持者来展现出来，在2028这一局到底谁能够抢得先机呢？好，那但除了这个以外，蓝白河竹北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了一个破口？有人形容阿北现在的强势已经到了，会不会有当初2023年那个君悦饭店的那个既视感，真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形吗？现场所有的名嘴要小心了，看起来阿北有点要抢你们饭碗的味道，好不好？阿北已经在预言了，那新北跟高雄这两局，那是对蓝绿阵营来讲非常重要。其实你只要看面对面就可以了。其实不需要阿北来告诉大家，我上礼拜就这样讲了，是不是？对啊，所以只要看面对面就可以了。那阿北为什么要在时候跳出来讲这一段呢？好，但是因为这几天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呢那个超大雨量会对于从北到南造成不同的一些的灾害，大家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然后包括家里面的一些防灾。为什么呢？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天灾政治学已经开始出现了？尤其在台北这一局，那沈伯洋目前来讲的话，当然还是落后，而这个落后，但是从昨天开始的一些你说内湖淹水啦，所有这些只要有灾情，那当然就会有一些的民怨。那这一仗，那也许不比当时2018年高雄823出现5000天坑，整个韩国瑜开始翻转的开始。但是对于蒋万安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对于沈伯洋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吹起反攻的号角吗？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昨天那一个强降雨，让很多尤其各党派不同的立场的一些议员都一起出来指责市府说，到底市府怎么了？来。那既然是2级警戒开设，没有道理让台北市议员在现场帮你调度物资。我10点从现场赶到淹水的地方，水利处的正工叫人家说我们有网路公告，所以你们应该要自己来搬沙包。淹水淹得多高了？是议员在现场帮你们协调。所以现在是怎么样？螺丝都不觉得我是螺丝，或者是螺丝都找不到。陈佑成议员也到了，我也到了，金融里的里长也到了，连秀湖里刚开完刀、拄着拐杖的里长也到了。市府团队好不容易等到新工处来了，新工处说我是来移这个落实的。那我说那紧急防护措施是什么？怎样？我想昨天当然短时间的强降雨，那我们各单位即刻的采取了紧急应变，那 EOC 也就2期开设。有些地方我们确实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精进。来说一下这一局好了，你当然讲说2018年那个既视感，大家当然知道，韩国瑜从823 5000天坑，接下来大家还记得33大造势，所有的一路开始。当然这一局荣获不比那个，但是对蒋万安来讲的话，整个市府这是一个大警讯吗？那不能因为民调赢得多，在这方面会有轻忽吗？对沈伯洋来讲，你觉得又会怎么样？基本上呢，现在其实全台湾就是封面来了嘛，这豪大雨，甚至是超大豪雨特报，20县市、19县市，其实我们也看到，南部很多地方淹也是淹，而且情况看起来也比台北还辛苦嘛。可是为什么大家会集中到蒋万安身上？就回到了刚刚讲到韩国瑜，韩国瑜不只是针对郑丽文啊，很多人也会把韩国瑜拿起来想到当年韩国瑜崛起的时候，当时根本没人理他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823淹水，叫823炮战嘛。结果整个局势翻转。那现在呢？前几天正传媒才公布民调，整个民进党士气其实是有点受到压力，因为整个蒋万安经过了老鼠啊这么多的事件，还是赢沈伯洋2倍。可是呢，有点像就6月25号，是当年1950年韩战翻转的一个关键，叫做625春川战役。当时金日成带着那个苏联和中国的协助，一路摧枯拉朽，越过38度线，整个南韩军队完全没办法打，南韩士气都垮了。
结果在春参战役，陆军第6师挡下了他的坦克车部队，那个是一个翻转。突然之间，南韩的军队有士气。那现在民进党的人应该也有士气，他们士气来自哪里？因为淹水，对，大家都会讲话。但是民进党出来痛骂，完全的合乎政治常轨。但是你要看到的是，民众党的，尤其是我们的淑慧姐。没有，我不能叫淑慧姐，对不对？那淑慧姐，对，民众党的、国民党的议员也都出来，而且讲到这么凶。对，然后今天蒋万安到了内湖，终于去看了内湖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是对蒋万安还是相当支持的。结果当面只问蒋万安一句话：“你到哪里去了？”这些话其实就代表那种愤怒，就是这个水淹的其实是对蒋万安的处理，和整个过程非常不满。淹水其实因为第一个。其实蒋万安为什么会被到这样骂？上个礼拜我们才记得，上个礼拜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台湾确实是一个暴雨型的气候，这几年也是很严重。可是从当年截湾取直，到二重疏洪道，到圆山子分洪，加上每一年给台北市的治水预算、清淤预算，加起来整个大台北地区大概我们那时候算过是4、5千亿，几十年下来首善之区。对。你怎么会这样子挡住？然后上次呢，已经让人家觉得很荒谬了，因为当你讲台北是火锅的时候，结果呢，上个礼拜不是在公馆头上公馆中正大安，这个是首善蛋黄区的蛋黄区，竟然这个地方的排水系统不是有很多人讲蟑螂吗？有很多人讲老鼠吗？但是最让我意外的是头沙，因为头沙要长到这么大大概要半个年而且是1.25公尺左右的净水。为什么是净水？它在水沟里面可以长到这么大，半年，那代表着它能够在里面活到这么大。那个水沟至少是半年以上是没有清的嘛？水不是活水嘛？所以是不是整个没有清淤或清淤不确实？所以大家会愤怒的是，不是台北市的整个防洪排水的系统？他过台北市做不好，全台湾没有地方做得好的啦。花了这么多钱，首善之区是清淤问题，那么一样的吧？昨天是文德路嘛，文德路过去是一条小溪，后来把它弄的时候，整个文德路下面是一个大排，上面就是文德路，那个大排的宽度大概不会跟文德路差不了太多，怎么会淹成这样子？然后再过来，一定是还有其他系统出问题，因为昨天给人家个意外是什么？你要看到文德路水是黄色的，对。如果是水沟里面喷出来的水，或是像我那个地方叫沟子口，那这几年是确实比较有效果，水是清的，这种黄水黄梨，那代表周围的是有水土保持问题或什么问题，所以这一路下来，当然会变成是整个台北市并不是淹的最多，其实退的也蛮快，但是对于蒋万安的处理的态度和整个反应的机制是很有意见的，那很有意见之后，整个火就会往上烧。那往上烧的时候呢，连李四川都被烧到了。为什么？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台北市的新闻稿，蒋万安是说总共会花65亿，帮整个连李四川在今年4月的时候都还讲说是他的政绩副市长专门管这个的嘛。是什么？把整个78.8 mm 要扩充到了88.8。结果呢，昨天淹的时候，很多人就问，那88.8在哪里呢？你的排水是这个昨天的雨量。结果呢，这个会让很多人会对台北市政府，为什么淑会这么生气？罗斯真的很奇怪。你碰到这样的水淹成这样子，而且上个礼拜也淹，你至少应该有一个反应吧？是一个职责上你就知道台北市的排水系统可能要赶快检查一下，也许来不及，但是至少就是为什么陈佑成会骂你的这些市府官员没动嘛？如果你昨天有到现场，有去协助，大家的怒气也不会这么高。但是没来。昨天淑慧在我们节目，他还是有那个余气未消。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你们等他们先到了以后，等了半天，好，那联络了半天，本来是联络到连一个议员去协调联络，然后你们这些部士都说不来，然后到最后他去找到副秘，然后居中协调来了以后呢，是这个单位只告诉你我只是负责这个，那个单位告诉你我负责的是这个，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不是，那这样子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老百姓只知道当发生这种事，我只知道你叫父母官。
然后你们是市府，我管你是哪个单位的、对啊，一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会累积到为什么说对蒋万安冲击很大？因为先前的时候从老鼠一直到什么无烟城市，这个过来的时候，其实民进党在整个在攻击的一个堆叠就是无人的堆叠。那昨天这件事情叫做无感的堆叠，你对人民现在泡到水里面，你还无感还冷漠，那这种堆叠当然会对蒋万安未来形成一个负面效应。那昨天这件事情叫做无感的堆叠，你对人民现在泡到水里面，你还无感还冷漠，那这种堆叠当然会对蒋万安未来形成一个负面效应。但是你刚刚讲说他们反应很慢，没有啊，反应很快啊。台北市的环保局马上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是78.8，新闻稿马上出来，因为确确实实去年讲的时候是5年嘛，那现在主要水的事情是你要全面做好。所以你是说1年2年时间就可以立刻从78.8提升到88.8，其实有困难。但是在这个时候你马上纠正，代表着其实你们也不是对舆情没有反应嘛，很快啊，你们要更改你们的新闻稿也很快啊。所以整个情况其实现在对蒋万安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整个细节你管理的能力，你在乎的能力，然后台北市民他们对于一些因为昨天150几起淹水，那你的反应能力是不是变成无感？而这个无感，那当然就会讲了，民进党当然会觉得这个叫做625春餐战役的重演。那青网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本来讲说选情冷，那选情冷，尤其对蒋万安来讲，当民调领先那些的时候，他的着眼点绝对不会是在跟沈伯洋之间你对口 ，OK？ 但是千万中间，因为到选战到11月28号投票还剩下5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在中间不能出现一个大事儿，然后接下来就像我们讲嘛，2018那一年的时候，一个823的5000天坑，接下来当然还有其他，包括33大造势啊，一个一个铺陈。那当然你说候选人本质，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当整个内湖这件事情，当讲淹水这件事，因为它已经攀上热搜了，对，一个热搜以后，就表示大家开始重视，甚或有一些人是有怒气的。对蒋市府来讲，就不是你要拿正传媒刚公布的民调能够拿来这样看喽。谁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样一些的状况？对，不就这样吗？对，这个我讲说民怨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在过去24小时的热搜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内湖淹水呢，这个热搜度的关键字比沈伯洋跟蒋万安都来得高很多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关键字呢，它是内湖淹水就等于民众自己在 Google 上面在搜寻的时候，搜寻内湖淹水呢，大家比关心蒋万安跟沈伯洋这2个关键字来的重要。那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注意看大家搜寻最多时间在什么时候？你看，我们特别把它挑出来，是昨天你可以看到，在这个12点前后的时候，其实是最多的。那为什么？因为淹水在上午嘛，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搜寻内湖淹水？因为很简单，我要知道哪些地方淹水，我不要过去嘛，或者说我不要被困住嘛。所以民众关心的是这个。那请问在同一时间就等于昨天在这个中午12点前后，请问台北市政府做了什么事？蒋万安脸书上面做了什么事？蒋万安脸书上面只有一则限时动态发出来，请大家注意会有豪大雨，就这样。所以就这样，所以对民众来讲，你好像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呢，导致昨天呢有很多人就淹水的路段呢受困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有民众出来这样面对媒体的时候在抱怨说，水淹到他的胸口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昨天有许多的画面都是民众呢他受困或受苦的画面，包括像什么，昨天有个这个就是开这个看起来是这个美发，这个应该是开美发店的一个这个大姐那个虽然这个有台的标题是叫阿嬷，但是我们尊重人家，要叫人家大姐。对，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要尊敬。对，好不好？好，所以这位大姐呢就出来就是抱怨说，她这个损失了20几万而且呢，光是在清扫，她要清扫3、5天的时间，她不能做生意，所以这个民怨是扎实存在的。那好，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对蒋万安会不会有影响？内湖我们说蒋万安在内湖上一次的得票率是多少？3个候选人他拿45%，也就是这个地方呢，蒋万安上次得票率是好的。那对他来讲，这个地方如果是他上次得票是好的，可是很明显，在这一次的这个淹水的过程里面，大家受到了影响嘛。那就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民怨？这个地方当然会有民怨，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这是最糟糕的，什么意思呢？就你看到对民众来讲，你应该解决问题，然后呢，我受困了，你要处理这个东西。可是昨天第一时间大家看到最多是什么？
看到就是打嘴炮的状况。什么叫打嘴炮的状况？因为昨天很多民众第一时间很多人在困惑，哈，尤其是我听到有很多在港湖这一带的民众，他们讲说奇怪，距离上次的这个淹水哈，好像是20年来这次淹水淹得最严重。然后呢，面对这个状况，很多人都很纳闷嘛，为什么？因为李四川去年跟今年，包括蒋万安这个市政府的新闻稿都告诉大家说，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可以容纳的排水的标准啦，已经到了时雨量可以到88.8mm 的时候哦。然后呢，可是台北市昨天发出来的澄清的新闻稿呢，告诉大家不是，这个水利处告诉大家说不是，我们现在还是只有78mm 而已，没有到88.8mm。所以换言之，那请问到底是78这个数字是真的，还是88这个数字是真的？好了，那当大家在看到数字的时候呢，这个昨天有网友主动拿出来，按照大地处的资料，大家看时雨量，明明每一个时间点看起来都没有超过这所谓的78或是88这个数字啊，那为什么这个淹水的状况会这么严重呢？好了，那台北市呢，市政府又赶快发新闻稿出来告诉大家说，没有这个因为呢大地处算的时间呢是分每个小时在计算的，其中有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超过时雨量100mm的，只是因为大地处在计算的时候要分小时计算啊，是准点计算，所以呢9点到10点算一组，10点到11点算一组，所以大地处在计算的时候呢，自动把那超过100mm的呢分散到这2个小时里面，所以网友看到大地处那一张的时候都没有超过88这个数字。那我问你，你去跟民众解释这个东西意义在哪边？对民众来讲，我淹水是事实嘛，那我受困是事实嘛，可是你在跟我解释的是到底这个78怎么算的，100这数字怎么来的，时雨量怎么算来的？对民众来讲，他根本没有很关心这件事。好，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部分。然后再一个有趣的事情哦，这个昨天到今天呢，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水利处哦，等于告诉大家说这个隔栅上面啦，等于这个排水沟上面的隔栅呢，就确实就是有落叶啦，有这个土石在上面呢，这个造成它排水看起来是有状况的。这个是台北市水利处自己承认的哦，新闻稿里面也有写到这件事哦。好。那这个但是有趣在这个地方，就议员在问这件事情说，这个反正淹水嘛，要不然时雨量太大啊，要不然就是你排水有问题。那所以昨天议员在质询的时候呢，当然问的是说你的排水清水沟这件事情有没有落实嘛？好，面对这部分呢，台北市水利处承认到说隔栅上面有这树叶跟土石哦，可是台北市水利处呢，赶快补充说明2个事情。第一个，他说上面这个落叶跟土石呢，是从上面冲下来的，也就是在下大雨之后才冲下来才堵住的，不是我们平常没有清啊。可是你觉得这是民众关心的事吗？也不是。然后呢，另外一个台北市水利处在跟大家解释的事情是说，这个昨天有议员在讲说这个台北市水利处呢，告诉大家说，民众也要帮忙这个清这个水沟啦，就是平常要帮忙啦，说叫做公私部门合作。你知道这个话讲完了之后呢，水利处呢是发新闻稿里面澄清说，没有，这是造谣，我们绝对没有这样讲。但是呢，公私部门合作呢是中央的精神，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公私部门合作。这很奇怪哦，就你又要公私部门合作，然后你又要解释说你并没有要民众去清水沟，帮忙通水沟，所以你会发现台北市的解释都绕在这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在打转。这个也是为什么昨天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很打嘴炮式的语言呢，这个网络上不断发酵的原因。然后关键是这个民意代表我们看到不分蓝绿白啦，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啦。可是很妙啊，很妙的原因是有民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哦。就内湖、港湖这边的立法委员好像叫做李彦秀吧，然后昨天到今天，大家问的是说，就是民意代表出来关心哦，港湖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的陈佑成，然后这个国民党的淑慧，然后也看到这个高嘉瑜，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情哦。可是很奇怪的是，你看网友就有人在问说，蓝绿白都有议员出来，但是本区的立委，唯一的一个立委，港湖区的立委李彦秀，那怎么人没有看到呢？照理说，民众淹水淹这么严重，然后呢，这个地方受害这么严重，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车祸啦、泡水状况其实还蛮多的，那结果本区的立委竟然没有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网友就在问嘛，问说这个港湖区的立委国民党的李彦秀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他后面开玩笑说，也许在美国巡甜水。这个网友就在问嘛，问说这个港湖区的立委国民党的李彦秀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他后面开玩笑说，也许在美国巡甜水。可是民众会讲出这个话，表示什么？表示这是一种愤怒嘛，这就是一个民怨嘛。所以我才说，这昨天到今天整个事件里面最大的问题，对台北市的挑战是，你能不能赶快解决这个事情，尤其是
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呢，像刚刚创家哥讲那个我今天在看到影片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个非常的奇特，就是在内湖竟然有人家里淹水那个水呢是从上面这个泼下来之外，他们家等于是这个水桶去接水之外，然后家里还游进来很多土偷散。我有看到的是画面有一些小鱼在他们家那个客厅。我看到的是创下哥，你看到的是头上吗？而且不止一只还很多只。所以想说这个从哪里来的？对，哪里来的？然后呢，那个影片因为民众是把自己影片上传上去，还不是有照片而已所以等于那个影片里面看到那一桶里面有好几只的头伞，你想说这个头伞从天而降，从哪里跑进来的？你想说对这个内湖这边的民众来讲，已经存在了太多奇特的这个对这一次的这个民怨的想象了，所以我们才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对台北市来讲市长应该赶快出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啦。至少还有很多民众的家里呢，这个受害或受困的受损的状况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现在只看到一个数字啦。这个蒋万安说，这个每一户最高可以赔到2万块，但是2万块这对很多民众来讲，这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民怨看起来在这一次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蒋万安这次选情里面一个重要的破口。但上公来，刚才那个千黄在讲的时候，我们旁边跑那个画面，你看到今天蒋万安到很多的地方去，自己亲自到人家的住户里面去，然后包括要去慰问这些住户，而且今天其实还下雨但是蒋万安他也没有穿雨衣这些，那这整个感受会让民众觉得就是那种叫苦民所苦的感受了吗？而这所有的一切，当然市府就会跟你讲，不是，我也2级开设了。那个天灾强降雨成这个样子，刚刚就青黄在讲那个78、88，老百姓真的不会管那个什么数字到底说，他只是管你淹不淹水。但市府也告诉你说，当降雨就是超过那个时候，而且他退得快啊。那这些我们该做也都做了，为什么你们大家都有这样？南部也有淹水啊，甚或最不幸的是，南部有个地方，那因为过程当中当然还有出现民众的伤亡的一些的情形。那你们大家为什么就只要管我这张，我该做我也做了，而且难道这些就只是在政治上才会出现这样一些的问题吗？第一个当然。他强降雨，大家都在讲容雨量，其实人民会关切容雨量吗？不会啊。他只关切说，以前下大雨我们不淹水，现在下大雨怎么淹水？过去我们不会淹这么严重，为什么这次淹这么严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淹水的灾民来说，他已经不是所谓的老鼠问题，不是禁烟区的问题。它也不是密室逃脱的问题，它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家被淹水啊，然后我在内湖里面我走不出，我要上班我出不去啊，我的车被淹了啊，我的摩托车已经不能扒了等等，这个是人民生活上的问题，而且是亲自感受的问题，所以你在跟他做任何的解释容雨量的问题啦，我们清淤清了多少公里啦，我们怎么样啦，怎么样？其实对这些人已经没有用。如果说，第一个，你前面清淤有在做得很彻底；第二个，你在 SOP 上面面临可能要下豪大雨，你沙包移在可能的淹水区块，先搬好在那边。然后第三个，一旦发生了大雨的时候，你的抽水机什么能不能马上到怎么样？人民感受说，虽然下这么大的雨，没办法，天要下这么大的雨，但是他看到的是，市政府该有的准备全部都弄好了，能够把我的灾情降到最低，这才是人民要看到的那你说现在我都淹成这样了。你那个什么50到100之间1万块啦，然后100以上2万块啊，你现在就感觉你是用钱在补过吗？就是说你真的这样吗？如果说你前面都做得很好，前面做的人民都觉得这没办法，天灾了，你市政府都尽力了，然后还补助，人家还会觉得，市政府对我2级开设啦，不，2级开设。跟你有没有去救，有没有让灾情让人民觉得你的来这边救灾的速度，来这边协助我们的速度，帮忙还有前置作业的防灾到来救灾那个速度跟你的前面的安排，
现在不是说你2级开设啊，你2级开设，问题是，我并没有，我还是受灾，我并没有淹的比较小啊。我的车子不是只淹到轮胎开出去还 OK 啊，我可能都要送厂了，一修是多少万啊？现在的车子都电脑，那个电脑一换就几万了，那谁要负责？现在人民不是在乎你那个2万，那你说蒋万安现在来，今天讲最白的一句话，蒋万安你来巡视，那请问一下，那你来巡视？就没再请了。你来巡视，在下雨中不打雨伞，就没事了。问题你打不打雨伞，我家都淹水啊。就是说，你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只是来淋个雨，来考察啊。我家里面有很多东西已经要搬出去丢掉。你说这个对比性，真的，你后面来。有用吗？你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市议会，蓝的骂，绿的骂，白的骂，不是绿的骂，白的骂，蓝的不骂，是一起骂。当蓝的也开始骂的时候，蓝就告诉你，真的没做好啊。你刚才讲到游淑慧，那个是骂的蓝里面骂的最凶的一个，是梅罗斯游淑慧骂的最凶。然后你现在整个过来，当然了，上一次的选举拿40几%，主要黄珊珊本身内湖出身嘛，对，好，他也可以在内湖拿到一定的票数。内湖对1对1来说，对蒋万安是有利的，但是你现在搞到的是，大家都认为内湖这一块淹水最严重的区块，过去。为什么没淹这么严重？这一次这么严重，你再讲这么多理由都没用。你只有一件事情，道歉。大量的人员来帮人民清淤，甚至于，如果你认为我市政府人力有限，你要不要请军方或是什么来协助，快速的让他们恢复家园？快速恢复家园，还可以消一点人民的那个愤怒呢。但你现在不是啊！快速的让他们恢复家园，快速恢复家园，还可以消一点人民的那个愤怒呢。但你现在不是啊！你一个人带着啊，当然后面有军方啊，带着军方这一张照片嘛。是吧？对，有军方。后面带着军方干什么？因为你很清楚，你人力不够。你去视察到真的要动用人力的时候，你必须要军方了嘛？那你现在的速度到底会不会让人民满意？我觉得人民已经在你的粉丝页啦等等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最惨的是，为什么还有这个事？对，这个是在。市府各局处反应上面那个很重要，对不对？老百姓要看你们各局处的反应，这个是，这真的是很奇怪的，我也不懂这是在东湖国小嘛，6月25号东湖国小的东湖杯嘛，这有14所国小100多位的学生，150几位，将近160位的一个竞赛，教育局里面在协助办理的，然后现在大雨。就这个画面啊，对，大雨你让小学生在那边跑，而且这样跑其实是危险的，因为那个跑道基本上大雨这样跑是有可能会滑倒，对，会滑倒。里面什么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的田径2000的竞走，我请问一下，我们都知道田径是比快吧？竞赛比快啊。大雨天这样的一个天气，你叫他比快，万一有学生因为快而受伤了，谁要负责？教育局最莫名其妙，教育局这个气候呢，经过裁判组依照什么规定，怎么样啊？我们在检录区啊，我们在休息室，我们有准备吹风机啦，我们有准备换洗衣物。他只问一句话：你准备这一些，你为什么不取消？你在大雨天让小学生去参加比赛。
而且你说室内也就算了，你还是露天呢，下大雨的情形下，哎，这种事情，教育局不是一声令下取消，择期再办，不就结束了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画面出现？哎，这个很让人匪夷所思哎，因为他阿公曾经讲过，风雨生信心。好，这现在还这个画面看了会让很多，但是尤其家长当然家长会心痛，然后会觉得，因为当大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今天南部3县市，然后停课，然后新竹也停班课，就是大家甚或你会发现，当大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譬如。好，屏东为什么会被昨天会被讲？是因为他到了中午说下午停班课，大家光那个我已经出门了，你才叫我停班课再回家，我都已经很不爽，我都已经觉得会造成我的不便或者什么，连这样子，就算中间发现很大，赶快做处理都是这样，更何况这种情形，我们不是说要让小孩子说有一点雨你就什么都不行或什么，也不是这个意思。昨天那个雨真的是大到。你连出门要上班，有很多人，尤其要到内湖来的人，都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怎么会出现在这？为什么会这样？更何况是孩子这种情形。东湖在哪里？在内湖，就在内湖嘛，灾区就是下雨量灾区最严重的地方嘛。我不懂教育局为什么就不直接下令取消？教育局会不会跟你说那个情形？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现场。这样的一个状况，要知道我就取消了，因为那是东湖国小主办，他会不会这样讲？他是东湖国小主办啊，对啊，东湖杯啊是教育局协助辅导办理的啊，教育局你都不吭声，14所国小啊，160位学生呢，而且都是小学生，而且教育局一定要有人在场吧？我在想，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种事情你看到你不觉得看到这张相片很荒谬吗？全部人大雨撑着伞。然后小学生往前冲，淋得全身都湿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然后你再看25号，那蒋万安去了防灾中心嘛，2期开设，对，但他做什么？他先去民防，颁奖，你先选择了颁奖，后面再去救灾英伟达跑去上电视，跟吴峥他们一起上电视，昨天一起去上电视。那好歹听说，因为好歹是先去了防灾中心看了一下，再去上电视。对，那意思是，蒋市长你先去颁奖，我去防灾中心啊。蒋市长你来了，我去上节目。他们两个是干嘛？市长交接吗？你让人就感觉是你们市政府对这件事情是重视的吗？是一致要解决问题吗？小平是来，这相关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对蒋政府真的造成在这一次因为一个长江鸟要淹水造成很大的影响？不管蒋万要不要选总统然后我跟你讲，一定用总统的规格对付你，好不好？这个，我把政治的话先讲在前面嘛。所以他要想清楚他接下来会排山倒海的压力而来。我们知道台北市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首都第一个很排外，你一定要在地人，那要最厉害的立法委员，或是空驻台北市，然后来内政部长那种明星部长才可以当这个市长。那他大概是最强的立法委员，跟阿扁大概不同党派，大概出身就这样嘛。我说讲完好，那台北市是这样，台北市是一个自然就是美的城市。你看打英伟打这些蓝绿攻防打不动，反而还降了。他的民调还从30%降到27%。我说那个对手沈伯洋，然后现在进入第2阶段，那叫做市政议题。那第3阶段叫人格检验，你知道政治人物不外乎就是财跟色嘛。打到第3阶段，那就是打挂为止。但蒋万很乖，也没有把妹。然后也很清廉，所以这个第三个是没有问题，好不好？所以现在进入第2个问题就叫市政议题攻防。淹水是标准的市政议题，是啊，当然了。刚上一幅讲了不少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那是不是每个小时110公里就是挡不住？事实上也是。当然，可老百姓不管你几公里，淹水我就不想投你。然后那后来水退得很快，游淑慧在你节目我也看了，所以讲也退很快等等
那这个就简单讲，这是一个起点，这个有没有伤害是有的。那他的表现苦民所苦。我相信就是我到现场可能还淋了一些小雨啊什么，然后因为昨天小平先生打电话，因为在昨天同一个时间，绿营的人会把那个陈其迈，然后那个赖瑞翁在因为昨天高雄也是下大雨嘛，然后会把他们穿着雨衣在现场去勘灾，或者到现场去什么。绿营的人在昨天在节目的时候，吴峥他们就拿这个出来做比较，对，你知道吗？这个一定会被拿出来做比较，因为同样发生大雨，同样做这些，一定会被比较的。对，所以。这个事情当然要努力去做。那现在我们不管是李泰兴，我们副市长，他是属于航运出身的，海洋大学的。李泰兴接李四川的，对，接的嘛，就最新的，他是秘书长升上去。那所以现在相对刚好没有工程专家，就碰到这样淹水或干嘛。可是老百姓不会管你到底谁那个里头有没有这些专家。对，那所以现在你不可能因为这次淹水。3个副市长有所异动嘛？当然，所以你就不黄一平啊、新工处处长、虎哥啊这些，你就要给他赋予更大的职权。那跟现在的秘书长哈，那个王玉芬他们还联络，你就变成一个，你只能在内部的横的联系，怎么解决问题？你就要给他赋予更大的职权。那跟现在的秘书长哈，那个王玉芬他们还联络，你就变成一个，你只能在内部的横的联系，怎么解决问题？我大概稍微小明，请问一下，看到投萨或看到那个刚才讲东湖国小那个运动会的这些，以一个议员在督导的角度来讲，在监督的角度，会不会觉得运动我来讲运动会，因为我是篮球员。对，请说明。你确定你有所知之后才讲哦？没有，你所知有没有给啊？我所知所的比较少，因为我是善待公务员的一员，真的。好，这个奥运的精神追求更高、更强、更远。刚刚商业部讲的是没错，淹水是跑不快的，是啊，对啊，而且危险啊。对，那第二个呢？淹水不是跌倒啊。我就讲比较专业的，淹水是韧带会拉伤啊，你知道你有滑下去的时候，那是有不管是前十韧带还是这个侧边韧带，还是脚踝的韧带都有可能啦，还有这个腓肠肌啊什么都有可能扯断什么。好，我讲这个运动这个东西，这个是万不能要停办的，你知道吧？我说这个案子，对啊，这个案子就变成这样子，这个案子14个学校办，就东湖这边跑那个田径，然后指导单位就是教育局给一些钱，然后办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组织，除了学校的行政以外，还有家长会的14个会长，那是很重要。那这个是不是为什么没有停办？那你知道教育局你既然他列了指导单位也给了钱，你就会派一个人同学去看看会怎样？这个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判断力。你知道，回到其实1秒钟的，其实老百姓要求的不多，淹水我就不开心，不淹水我就觉得你做的不错，然后这个停办就该停办，其实1秒钟的反应就决定了市长的选票的胜负。是啊，所以没有我打个岔，我觉得一件事情是，你已经豪雨特报出来的时候，蒋万安有没有主持他的团队里面的会议里面去盘点很多事情？你抽水机有没有？在哪里？你沙包有多少？你什么有多少？然后怎么样？教育局，我们活动是不是要停办？怎么样？就是说你那个行前在防灾会议里面有没有把很多东西拿出来讨论？上公刚刚讲的这一段是因为其实昨天会有大雨，是应该大家心里都要有谱，因为这几天气象局一直都说礼拜4、礼拜5。会有那个紫爆的什么样？上公意思是说，那就应该先主持一个防灾会议或者什么类似的市政会议，在过程要先把这些先交代，他是拉到这一层。如果有体育局的角色的话，这个就会停办。因为教育局不懂体育嘛，体育局懂体育嘛，那可是办这活动这都学校在办，也不见得会找体育局。我讲这个小事啊，这个小孩子跑步。上公刚讲的已经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包括沙包。包括抽水机有没有在待命的，哪个地方可能会是？如果照气象来看，会是重灾，因为现在气象预报其实大概已经可以预报到哪个地区，它可能是在哪一段时间里面时雨量是最高的，大概是这样。其实不只是这样子，从那个日本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经济部有一个叫地质调查所，它有一个叫做淹水浅势地图。OK，然后前面呢，台北市做的最完整。
所以刚刚讲那些雨量或什么，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看有没有可能淹到水。所以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大雨特报了，你一个那个已经20-30年了。你看那个浅视地图，你也知道哪边该淹水，哪边可能会淹水，要做准备啦。地调所在中和了，华夏那个的旁边了啊，就是中央横的联系，以及再回来，它是公开资讯。哎，对。那你要去问一下，里面其实科长几个，我常问他们地址，非常非常优秀的公务员。对，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总发言的角度能够调度的，因为已经进入战时了，已经不是陈平时代，是别人是用总统的规格来搞你的，所以头悬梁，锥刺股，倒数150天，每天要这样干，就是每天你不要，就是每天不发生事，不特别被沈伯洋、被林俊宪搞到，那个都是万幸，因为你现在是领先者，那不要掉以轻心，你知道，所以那你今天你今天你的责任，你自己对自己的责任。你对台北市的责任，你对 KMT 蓝白的责任，讲完，只是胜选吗？不是，你要赢到58%。今天发动攻击，打蛇打7寸嘛，打蛇然后打尾巴，再打7寸嘛，所以今天会请全国之力，别人在指正，不要掉以轻心。任何的小朋友的跑步脚会韧带会拉伤的，任何淹水、沙包、上衣服讲一大堆东西，每一件事情都要1秒钟就要有好的反应。这就是头悬梁。追刺股，同时民进党要干嘛？降低你的投票率，而且让你不能特别全国浮选，尤其在5-5波焦灼的新北，让你少去一次新北，都是会增加苏小慧的胜率嘛？这是民进党的想法。而且大家看，请问你蒋万安的盘是不是2028国民党的盘？当然是。所以你来看你，如果蒋万安这么强，开个53%、54%当选了过了。那请问2028就很难选，因为第一个就台北市比较蓝区，第二个就蒋万安，对手还不强，所以民进党的策略能赢最好，不能赢也扒掉你一层皮，这是民进党的策略。好，民进党一定会弄死你。当你不要被人家弄死的时候，你就要有个因应的措施，就是我讲的再讲一次，头悬梁，追刺股，每一件事件都要立即的反应。这个开始，现在做还不晚，就开始要准备了。OK， 但是东豪来，刚刚小平讲说不能掉以轻心，民进党一定是以打总统选战的规格在看待蒋万安，但是就回头来看，蒋市府有对自己掉以轻心吗？因为这段期间你看到相关的一些的民调，是因为我赢得多。他们有在这件好，我们就拿这一次强降雨造成的内湖淹水，所有这些来看是这样吗？本来小平刚讲的是，难道国民党只寄望蒋万安赢吗？他是希望他牙高五村，然后希望胜获外溢，那个正面外溢到外面。对。但是如果相对来讲的话，这些事情如果刚看到那些包括相关局处的心态的处理上，会有正面外溢到外面吗？会不会反而出现负面？先讲，如果民进党因为内湖淹水就在那边借机攻击对一般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反作用力。我的伤害，我的损害，变成你在选举里面的炮弹，有病。我的伤害，我的损害，变成你在选举里面的炮弹，有病。如果民进党这样子，你看那个游淑慧他们几个国民党的议员为什么急成这样子？内湖好几个地方都淹了，而且他们自己要选了，在内湖所以他们感受最强啊。先不讲其他的就你用选举去看这个事情就 low 了，因为台北市得天独厚蒋万安蒋市长是今天去看去慰问，对。如果早一天会怎么样？我就不要讲什么。如果是昨天中午过后，他出现在那些地方，会怎么样？跟你今天出现会怎么样？政治人物不能太假。你遇到这种强降雨，我们当然都知道啊，排水系统一定无法负荷啊，但是灾害就造成了。当我看到有一辆计程车泡到半个车身高的时候，2万3万对我有什么用？我那辆计程车已经变成泡水车了。那
这个时候蒋万安作为一个市长，内湖那么多个点，像有些地方我是不能比较难理解的，就是因为当初马英九在做这个捷运的时候，因为它是高架嘛，是连周边的排水都一起做的嘛，好，那发生这些事情了，灾害已经造成了，他的幕僚怎么没有反应？不要去跟我讲那么多啊！那是事后市政府的报告跟议员跟台北市议员在市议会的质询。蒋万安过去这段时间讲中央的事情太多，讲台北市的太少。我觉得这场雨是当头棒喝。蒋万安在台北市会赢，你会觉得意外吗？他赢不是应该的吗？台北市就不喜欢民进党嘛？民进党要在台北市拿到市长，都是在特殊条件之下嘛。但是高雄当年何尝不是如此？一开始陈其迈对韩国瑜是冷处理啊，一场雨就把他淹垮了啊，有什么好讲的？对台北市来讲，你的预算比别人多，你现在跟我讲78毫米、88毫米有什么意义？李世川还在那边讲说，规格已经拿到88了，可是一下子我看昨天台北市政府的新闻，有些地方78，有些地方88。你跟我讲这个干嘛？2万块、3万块不能解决问题，你第一时间就要出现在那里了啦。游淑慧他们都到了，蒋万安没有到，你要隔一天。先不讲其他的，光是在政治反应速度上面来讲就不及格。没有痛到嘛。但是民进党，你不要以为你会捡到便宜，没有那回事。可对蒋万安讲，为什么说这是个教训？还不到当年陈其迈遇到的那样子的状况，因为那时候823之后，他根本都来不及了。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台南，去年不是也是赖清德那时候在说民调在台南的时候多惨，他花了多少时间才补回来？半年以上。蒋万安还有时间，但是你的团队不要没有螺丝，你不要给人家一个刻板印象，李世川去选了新北市市长之后，你的市政府就不行，那就不只是反应慢。还会被贴上无能，因为台北市说实在很强降雨不是第一次啦，淹成这样子的很少看到了。因为昨天那场雨大到早上我一大早要看的时候，我家对面要看龙兴花园都是模糊的嘛，所有的人骑车都很慢嘛，一定塞车嘛，上班一定不顺利嘛。那你当一个市长，你要有反应嘛。你的反应是什么嘛？你要跟你的市民要一起呼吸嘛，因为你会在市长室，你会有你不会受到这些直接影响，所以你一定要有感觉，你有感觉，你下面的人才会紧张，才不会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督导。以前李世川在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李世川，你如果要问林大卫。你不能给人家觉得没有李世川你什么都不行。更何况这个时候你还不要去想2028了，先跟台北市民有共同的感觉嘛。但而且为什么说这个事还是警讯阶段？淹水的时候老鼠蟑螂一定出来，所以事后就是你的清洁队什么出来要出来消毒什么。公馆是上礼拜，你不能再有第3次了，所以你的螺丝一定要拴得很紧，你不能一天不要让人家有一个刻板印象，你在看2028或2032。如果你形成一个刻板印象，让人家觉得蒋万安在看，觉得台北市他一定赢沈国阳，而且会赢很多，然后呢一心想着，或者旁边的人，包括他旁边的人都是。聚在旁边的人都在想着2028或2032，那蒋万安一定没有前途。OK，可是来，军委，第一个，
因为军委委员今天因为立法院，对，立法院今天其实还是有包括然后无人机条例，对无人机条例嘛，所以那个今天立法委员都要聚集在立法院。军委委员刚刚赶到，那台南还好吧？要淹大水，台南淹大水嘛，今天停班停课，对，停班停课嘛，对，所以大家会讲说好。包括这次看到说内湖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就有人刚刚讲，因为台南大家也会关心到这些，然后蒋万安讲的不是全台湾都因为强降雨，又不是只有我台北这个样，那大家全国关心这个是正常的，为什么你们大家针对这个地方要苛必苛责这样？小平刚刚讲说是因为民进党这边会拿所谓的总统选战的方式，就是要去苛责蒋万安这些所有这样一些状况，是吗？而昨天的所有的包括在强降雨造成的内湖所有淹水这些，以您自己来看的话，你的角度上看到什么问题？第一个，你是民众的感受，民众感受是淹水了，那你政府有做哪些事？能帮大家做什么？而不是说，打围拢惹祸啊，那意思这个讲话的意思就是把责任往外推，好像是这个下雨不是我蒋万安市长可以，我也没办法控制啊，下那么大雨，对。那你之前南部淹水，那国民党不是也一直笑一直骂？那基本上这个气候异常变成正常，每年都会来，那就是看你地方首长遇到灾难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怎么反应啊？那平常你第一个要有演练嘛，要有准备嘛。我所谓的准备就是你会积水的地方，政府都有资料，你要先去淤清嘛，就你要把它清好。那雨要来，它不会突然来，气象都有预报嘛。那你可能要调度，比如说抽水机比如说你要调度一些沙包啦，或者挡水板等等之类的嘛。那蒋万安的处理的好不好？这不是不用看民进党啊，你看国民党几个议员，游淑慧啦、秦慧珠啦，骂得很惨的。游淑慧说不是螺丝松了，是根本没有螺丝，那就是垮了。虽然我们的小平议员这个讲的比较保守，但他心里一定痛骂蒋万安的无能嘛。你干嘛帮他去讲心里？不是，我是感受到。爱之深，原来你们两个心电感应。他唐伯虎，我祝枝山，我俩心心相印。是，我想什么他都知道。这个爱之深，责之切嘛。所以我也希望面对像这次淹大水啦，或者什么小朋友在雨中运动会啦，我也希望英委赶快进入状况，要不然蒋万安就傻傻的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回应了。这次的强降雨当然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地方政府还是要每一个首长都一样，你要扛起责任的。所以台北市我们对他为什么会有特别高的要求？因为他人力、物力、财力最丰富了，他的防水的建设是全国最高标，它时雨量是以80厘米做标准的，南部是现在才改到50，而且还没有全部提升完的。你台北市可以说是最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一个大水那结果这次我们看起来这个该淹的也淹了，没有不该淹的也淹水了。那民众哪管理什么全国下大雨？这个我们在去年的台风，还有去年南部的淹水，我们就经历过。所以这一次台南市政府它手里面可以调度的东西了包括民间之前提供的那些设备例如抽水机等等，就可以就这个提早去部署预防。但是有一点我在这里真的要提出来了，因为去年的大水让南部淹了大水嘛，等于说一场大检验，所以让大家知道还有哪些地方必须要水利建设要补助。但因为今年的总预算没有通过，这些防水的设施该做的、该补强的都没有办法动工。你除了那个延续性的年度延续性的以外，所有因为去年的大水所必须要改善的防洪这个设施，通通没办法做。所以昨天连总统都讲话，总统说你总预算不贵，你怎么地方政府看你讲淹水怎么办？其实去年的防淹水各县市政府都有，就是说各县政府都有申请嘛。那哪有总预算搞到现在了300天了还没有通过？
这个真的要严厉谴责这个蓝白两党了。你总预算没有过啊，某种程度啦，你不是伤害执政党，你伤害人民了。你他妈督的多后面老板，还有接下来就要救灾了。那救灾政府的灾害准备金100多亿，这个现在也不能用。请问现在可以用吗？不能用啊。如果这一次真的有必须要紧急提拨的，那这100多亿的灾害准备金通通不能动弹。所以啊，希望啊，国民党啊，不要再拖了。到现在为止，国民党的召委在立法院的轮值，他还是不排预算。希望啊，国民党啊，不要再拖了。到现在为止，国民党的召委在立法院的轮值，他还是不排预算。民进党的召委大概全部都审完了。像我是交通委员会的召委，就我该排的所有的相关单位的预算已经审查完毕。现在就等国民党的召委来排嘛。那交通委员会至少还有啦，我们另外国民党召委他还有排过一次。那其他的很多委员会啊，国民党还是不排。所以由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哦，你政治恶斗有一定程度了。你不要搞到连总预算里面有救命的钱呢，你连这个也不给过，到最后啊，你会害惨这些灾民。军委后面讲这样，来小平，是这个跟总预算之间，跟老百姓的那个生活上，尤其碰到这次讲水灾这个，那是蓝白最大的一个问题吗？接下来在立法院还有要过招的就是无人机条例，刚才讲到无人机的问题，所以对于蓝营来讲的话，要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些事情？韩国瑜院长在这里面会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因为到美国，大家很自然会拿他跟郑丽文主席，包括那个规格啦各方面去做比较，甚或大家讲说，美方也会希望让韩国瑜院长在未来在透过无人机条例这些，能够在未来的政治处遇上面会更好一些，会这样吗？任何政党啊，包含集中焦点审预算，君子务本立而道生，就是蔡英文讲的，自然就是美，就是该过就给他过，然后该删就删，然后就是因为他现在俊秀文刚直接指控说是蓝白当初总预算造成这次如果有要救灾的，我们思考一下，民进党这两个人叫柯总召跟曹兴诚，然后因为啊那个时候民进党不敢主导，那事实上那时候都弄大罢免，对不对？那可是所有的账一定算在赖清德头上。赖清德最后是不是概括承受？所以他最坏的时候，最坏的民调的时候是满意度30，不满意度60，是2:1。那现在大概是差不了多少，40几比40几，目前他的满意度跟不满意度。所以这个政党只要做过头的事那选民就会反扑你。那一次就果然给了赖清德反扑，因为没有人说曹金城跟柯总召是蓝的嘛，是绿的哈。那只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得到32比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如果做韩国瑜或做卢秀燕跟 VS 赖清德的总统民调，我相信我们是赢10%以上。如果1对1对哈，那可是后来我们就几个事情没有做好，把这个优势糟蹋掉，很可惜。哪几件没做好？军购算不算？我觉得军购这个非常重要。军购有多重要？第一个，军购是不是？大部分认为我们有足够我们也希望跟老共能够好好谈，但也不会对老共存幻想。在老共没有拿掉武统这个选项之前，我们要更强的自主能力。那我们也知道，老共唯一能够灭掉我们是老共，唯一能保护我们是美国。那保护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那美国说你不买武器，我就不保护你，这是个大灾问。我这个问题可以挪到下一个，就是韩国瑜的说法哈。那所以所以老百姓在想什么？老百姓想说，我愿意我们比较亲美一点，老共也不要再太搞我，可能我也不要去惹他。那该买的武器也该买，就这么简单。其实老百姓想是这样。那如果照这个板路走的话，一开始1秒钟就复委，你知道？如果我们但就没有啊，不对嘛，就没有，所以就耽误掉了。我就讲那个嘛，就是把32比的优势消耗掉了嘛。所以军购这个事情啊，就是扯到意识形态，扯到美中台三角关系，扯到台湾的防卫力等等等。那这个是伤到国民党，何况国民党后来还有2个人是几个人是力挽狂澜，我称为 F4就把国民党的局面挽回来一些。当然的，叫做韩国瑜是最重要的是立法院长嘛。那第二个就是
就是诸侯啊，卢秀燕，然后这个侯友宜跟这个蒋万安嘛。但这4个人的亲美派最后折中，很勉强，这4个人用了洪荒之力就通过了7800亿，那其他预算你可以编到公务预算逐年编，那稳住了盘势。好，那大家回到韩国瑜，韩国瑜这次美国就故意给他很高的规格啊。第一个你是院长，第二个你认为这个武器这个让能够保住7800，韩国瑜是第一功劳嘛，这第二个啊。第三个大家也看他是不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也看他跟卢秀燕的这个联手，这个叫亲美派，就不可以让亲中派占上风，好不好？这是政治的语言嘛，美国人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嘛。那现在这2个一定是结盟的态势，卢跟韩。那你问卢跟韩谁选总统啊？他们俩自己会商量我觉得应该这样，但就是不能让讲盘势。他亲美派当然不让郑丽文，亲中派希望郑丽文选总统嘛。那亲美派我认为是胜率比较高的嘛，有基本的盘势。现在民调出来啦，民调出来就是柯文哲加卢秀燕等于赖清德，就是蓝白加起来无缝接轨，完全水乳交融，才等于民进党。民进党现在占上风嘛，所以怎么样把这个蓝白能够大民进党一些，2028才能选嘛。所以亡羊补牢，我们逝者已矣，优势已经那个时间照他掉就照他掉了。所以现在回来，我觉得要做正确的事。所以韩国瑜的恋爱说，韩国瑜吐露了几句话很重要。第一个我们中华民国什么国际组织都进不去，这就是中华民国派的说法。那晃一下，还以为是民居正在说话，你知道吗？晃一下。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就他现在这个位置要扛起中华民国派的大旗 ，OK， 所以他这次去美国这样招待，我觉得这样子走下去，目前的方向，卢跟韩的结盟是正确的，走正确的路。我们除了对台湾好以外，才有跟赖清德2028一搏的本钱。上总，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就算4大天王里面卢韩胜或蒋，就算再怎么结盟，因为毕竟党主席是郑丽文啊，你说从访问中国大陆，然后跟习近平，然后握过手以后回来到美国去表现出来的自信，生活回来以后拍的造局者，所有这些，国民党现在刚刚小平也知道有亲美派跟亲中派，对，现在变成其他诸侯这些都是亲美派，团结起来力主郑丽文，然后在未来2028竞逐大位吗？我觉得是不是亲美派是另外一个问题。好，嗯因为反亲中不一定就亲美。好，亲中派跟反亲中派对啊，我不认为说他一定就是亲美了，他可能就是反亲中过度亲中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当然，结盟因为诸侯结盟，这结盟干什么？当然最简单的一件事嘛，你结盟要干什么？难道你看到的现在的地方上的诸侯，要么结盟，要么在拉人的情形之下，你唯一没看到的就是在这一个结盟或是表达友善拉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郑丽文的嘛？是没有郑丽文的。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从吴敦义韩国提名韩国瑜选总统那一次，一张荣誉党员证造成党内多少风波？说给郭台铭，郭台铭最强外挂，好不好？郭台铭的奇迹，他可以搞2次国民党。对呀，他参加2次，对不对？你是说搞得鸡飞狗跳？所以我常说，党主席在已经2任党主席，告诉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功能性。那好，那大家要如何面对未来的党中央？结盟起来以后，你的那一个声势，你就简单讲一句话，就准备要跟党中央抗衡了啦。从过去的两个例子以后，绝不容许你党主席在那边败事了，所以我只好结盟对抗党权嘛。那其实郑丽文无论在社会声望也好，无论在政治资历也好，蒋万安也好，卢秀燕也好，韩国瑜也好，有哪一个人输郑丽文？没有没有人输郑丽文
那要对抗郑丽文，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卢秀燕要结盟蒋万安，拉拢那个韩国瑜，为什么？因为党权在他手上。重点就只有一个党权而已。就是他们畏不畏惧郑丽文这个人？不畏惧。他们畏惧什么？郑丽文主席这个人。党权。所以对抗就为了党权啊。OK， 否则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话，党权握在郑丽文手上的时候，如果他又要选2028，如果又没有自知之明，你像吴敦义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没得选啊。但是他也偏偏搞出一个郭台铭啊。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愿意做个造王者也不乱。你说大家结盟要去对抗他干什么？不需要啊。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愿意做个造王者也不乱。你说大家结盟要去对抗他干什么？不需要啊。但问题大家都在想，第一个党权你握在手上，第二个你的亲中路线不符合社会上面的主流民意，你的不信任度这么高，大家趋凶避吉。所谓趋凶避吉，我觉得那个以柯志恩为例最简单，蒋如涵赶快来，没有正就趋凶避吉嘛，趋吉避凶了。趋吉避凶，趋凶避吉，趋吉避凶，趋吉避凶了，趋吉避凶了啊，趋吉避凶嘛，你就看到就是一个趋吉避凶的典型嘛，海豹跳火圈海豹跳火圈，对，好，你就是很简单的嘛，我要把凶给避掉嘛，对啊，那你讲这3个，那凶是谁？这3个人要去帮你辅选，就赶快来高雄，那意思是他们3个对你有利嘛？3个都吉祥物了，什么凶了？没有凶了。3个吉祥物，他们3个不是凶嘛？对，吉祥物嘛，吉祥物。那凶是谁？你不要叫他回答。对，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怎么会选出一个这样的党主席，把大家搞成这个样子？百年奇遇的人才，你不要这样讲。沈东华干嘛这样讲？他不是说一场康庄大道吗？郑丽文的说话，我看到了。我哪有讲过康庄大道？我说你们怎么会选出一个党主席，把大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5月的时候删无人机，6月的时候又说要自提无人机条例，然后郑丽文，然后呢隔天又改口说没有，这党员的选择啦，直选嘛哈。对啊，不是，郑丽文现在是大家的复苏，大家结盟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对抗党权呐。你选不选，你郑丽文选不选，我都要对抗党权呐。那另外的事情就是说，大家也怕一件事嘛。我觉得你们党主席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打算自提无人机的版本考虑。他有否认哦？没有，你听我讲完嘛。他是说我们打算提考虑要请智库研究，对不对？然后后面留一句话：9月以前不太会通过，习近平要见川普。就跟这有什么关系？大家就在想过不过？是考虑的点是习近平，不是台湾国防自主。他的考量点是习近平要去美国。会大家傻了，然后后面又说没有，我们不赞成特别条例，特别预算，那你那一个说法一直在翻来覆去的过程当中，真的一路要较劲到9月吗？从去年11月27号的特别条例行政院通过到12月2号程序委员会第一次封杀以来，一路走到5月8号3读，一直走到5月20几号的那一个第1期的特别预算通过，后面你还要打到9月，然后9月不过，你又9月之前不会过，那意思是要打到9月之后咯。11月28投票要选举对，你说大家会不会紧张嘛？上公刚刚讲的这个一定是在这次选战里面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俊伟。所以看起来这无人机条例，那行政院已经提了特别条例，要有特别预算接。可是看起来刚才就郑丽文主席国民党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在未来这个尤其这些条例，照刚上公讲，如果9月以前不会过，可是立法院一定会讨论这些。那只要讨论一次，政论节目也一定会讨论。
跟选举10月28号日子就摆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啊，国民党那个卢秀燕去嘉义访问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结果郑丽文马上说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马上说反对。然后民进党跟行政院都有提条例出来。那在政党协商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对很有意思。他说现在他反对，那因为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他们的立场到底如何。那问题来了，那国民党你最后是要由谁来决定？你基本还没决定好嘛？不是上面推你一当来决定你国民党最后的态度。是北京吗？习近平吗？是傅昆萁、郑丽文、韩国瑜？还是卢秀燕？所以现在这些问题，第一个都是先产生国民党的内部问题。那国民党现在就像刚小平讲的，国民党也有分2派一个就是舔共派，一个亲共派，就这样分。这两派，这2派不一样，这样不是才1派吗？这两派到底是差别是在哪？这亲共程度不一样。这个真的是抹黑，这个要抹红了。他那一个是用舔的，一个是用亲的，好吧？动作不一样。不然用很多人是一个动作。不是，不然用小平讲话当主持人很辛苦，要很认真听的。对，用小平的名字修正一下。就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派对嘛？中华民国派跟亲中派那重点就是从国防预算开始到现在的无人机条例，国民党都内部还在拉扯。所以他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国防预算的那7800亿通过而解决。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还没有决定。国民党团现在的协商可能是要等第一个。韩国瑜回来嘛？韩国瑜在美国会不会谈到这个问题？韩国瑜今天去拜访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共和党没有啦，因为共和党今天川普去国会，所以共和党议员都跟川普见面。那民主党的议员跟韩国瑜谈话完，一结束马上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就表示事先一定写好。那这几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一致的说，台湾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的能力。那见面完发表这样子，那是不是他们在跟韩国瑜谈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一点？如果有谈到这一点，应该是有，所以他事后就发表这个嘛。只是韩国瑜这边并没有任何的声明，就是代表团没有任何的声明嘛。那因为这个代表团规格一定高啦，第一个立法国会议长带队嘛。第二个各党都有，就代表性就够。第三是美国政府邀请去的，你是应邀而去，跟郑丽文说，我要来，因为你自己要造也，那个规格绝对会不同。那因为他们代表团，我有尝试要去问的，他们说他们有默契，就是统一对外发言。所以见面谈到。我认为这个是最具体的一次谈话，就台湾你要自己发展自己的那军事工业能力，因为在俄乌战争就看到了，为什么乌克兰最近可以打起来，就是因为这战争一拖长，那乌克兰以前它原本传统就是苏联时代最强的军事工业在乌克兰嘛，那现在就发展起来了。对，美国不准他用海马斯去打俄罗斯，那他就乌克兰自己做一个比海马斯还强的，现在可以打到。什么地方他都可以打，所以也许国民党现在的反对，代表是他当然还在拉扯。那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个谁最后可以决定，第一个这个人在国民党内的声望一定高。所以看起来韩国瑜目前是远大于卢秀燕。卢秀燕讲几句话不让你吵赢，没人理他嘛。卢秀燕早就在嘉义讲，要发展。无人机工业嘛，那你要知道台湾如果建立自己的无人机工业，最多的厂商在哪里？在台中。
湾如果建立自己的无人机工业，最多的厂商在哪里？在台中。所以你江启臣要讲话啊，你别说台中起调，对不对？啊，另外才可能是嘉义嘛。那台中最多，新北也有了，桃园也有了。基本上这些，如果以地方的就业机会、产业发展，当然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嘛。那你卢秀燕特别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想选总统嘛。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发挥你可以主导国民党在立法院走向的一个领袖的规格出来，目前没有看到。看起来韩国瑜从美国回来以后，我觉得国民党可能也要把都党和内部来，就算以后要通过，也要把这个球做给韩国瑜，就跟这次的国防预算一样。OK， 但清煌，无人机这件事情其实好了，大家都大概都已经知道，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从刚才建雄讲，从俄乌战争，你最近看到很多一些的报道当然大家都不希望战争。那尤其对有生力量，像对人命之间的一些的摧残这些，所以无人机这个东西，你看到最近有讲说俄罗斯甚或大部分的防空回防莫斯科，或是回防包括普丁的官邸这些，就是因为那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一些东西，你看到很多这些，所以对台湾来讲，好，那下一个战场，那朝野之间可能都会摆在这个地方。其实不只是我们在看无人机的未来，很多日本的无人机。布局所有市场那些，其实大家都在看所有未来下一个产业来讲的话，那现在整体上的趋势到底怎么样？好，这个我们告诉大家无人机，然后更好的技术，这2件事情都很重要。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因为现在是这个路透社的独家的报道啦，但是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的这个国防新创的公司安杜里尔公司呢，他在跟尼桑在谈判。那你就很好奇这安杜里尔公司他做的是跟无人机有关的，那为什么他跟做汽车的尼桑要谈判？因为现在新的消息是说，他可能要去收购尼桑在神奈川的工厂追兵厂。那神奈川这个追兵厂很有趣就是说它等于是尼桑当初等于很早期在战后所成立的公司。那你知道汽车工业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因为汽车在日本的就业人口有553万，所以它对日本来讲呢，这个汽车工业是它的基础。可是为什么它这个厂呢？这个日本的等于说这个官方评估说要尼桑的这个厂呢，这个跟安杜里尔去做合作，因为他们认为日本这个。官方评估认为说，现在日本需要保护自己，然后尤其是面对到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呢，所以他需要无人机。然后他需要无人机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你上的这个产能刚好可以开出产能，因为你上的这追兵工厂呢是很早就导入机器人作业的，所以呢，他对安杜里尔来讲呢，跟他合作呢，在这地方生产也刚刚好。特别是你上前年才闹出财务危机啦，所以你上前年赔了大概6700亿的这个账上的损失，然后他准备把他工厂从17座降到10座，所以出售工厂刚好在这个神奈川的工厂刚刚好可以衔接得上去。OK， 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这个大家可以从俄乌战争里面看到无人机的应用很重要，因为它既不会消耗我们实际的这个军人的这个生命，然后但是在战场上效益又非常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无人机从乌俄战争那个时候到现在呢，几年过去了，乌克兰等于在自己的自主国防工业呢，他发现本土就要生产的能量，然后对俄罗斯来讲呢，他现在威胁到莫斯科去了，所以等于说普丁呢，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呢，要调很多的防空系统呢回防到莫斯科去，就是为了避免被乌克兰的无人机不断的骚扰跟攻击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国际上的这无人机呢，其实越来越重要。那为什么我刚刚第二个在讲到技术这件事很重要？安杜里尔这家公司很有趣就安杜里尔这家公司呢，就我们国防部之前跟他采购无人机的时候，交货速度最快。然后同时，我们现在也希望说，这个安杜里尔它可以在台湾可以建立这个完整的生产链，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如果呢这个真的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在台湾本土就可以有无人机的供应，你不需要还要再花时间从美国从哪里再把它运输过来嘛。所以本土建立供应链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是，安杜里尔这家公司呢，对于台湾的供应链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来台湾呢，这个设公司、设办公室、设据点，然后在台湾找 account manager。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家公司在台湾，它就是要做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现在行政院在讲说这件事要编特别条例嘛，然后蓝白现在喊说要回归年度预算，那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你知道安杜里尔在评估建立完整的这个供应链呢，在台湾建立完成时间多久？他本来在
韩国、日本、台湾他都在评估哦。那他为什么对台湾最有兴趣？因为他发现，在台湾建立完整的生产链只要18个月，但是在韩国建立这样的生产链要24个月，要多6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发现，在台湾建立的时间最快，而且在台湾有最快的这个 AI 晶片有关的供应。因为这家公司它有兴趣的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的 AI 的技术可以即时产能的供应很有兴趣。所以等于说这么好的条件在台湾，那我就问你。对于这个厂商的发展来讲，他要评估设厂，就至少建立这样的供应链就要18个月的时间，这个都不是你年度预算可以让厂商评估的。那我就问你你如果不是用特别条例的方式给厂商一个完整的开发期程自己的保障的话，那你如果只用年度预算，他为什么要台湾建立供应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人家这家公司是连日本都有兴趣要跟他合作，但在台湾这边呢，现在看起来是自己卡住自己。所以在国防上面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来讲是要很慎重去处理的事情。OK，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在未来立法院还是政治的重心，大家会观察到11月28投票以前，在立法院刚刚讲无人机条例，所有这些那。各政党之间的攻防又会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选战？可是来东豪，请问一下，对国民党来讲，内忧外患几个部分？第一个啦，当然讲说他们内部的一些整合啦，或者什么这些。另外就是蓝白合之间，蓝白合竹北会不会？因为你对竹北熟，蓝白合竹北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那为什么柯文哲最近会摆出这么强硬的态势？意思就是没得商量，竹北就一定要给他们？为什么？就是他拿下竹北啊。但是为什么他讲了人家就要给？你要问钟小平答不答应呢？很简单啊，你少了我，你会不会赢？没有很复杂。你少了我柯文哲，少了我白色选票，你会不会赢？你休息这个徐欣莹是不是没有柯文哲，没有白色这票，是不是就会赢啊？你觉得会这样吗？要平衡，要两边要看，两边要看。这很实际嘛。对了，你拿县长，我拿市长嘛。这才叫和嘛。那和就是他比民调嘛，就竹北比民调，因为比民调他会输，他有没有比民调？因为比民调他会输。不，你不能因为比民调你会输，这个叫强抢民女，这不叫不，这个不叫强抢民女，这个叫做他这个要跟你我是跟你谈判，我不是要跟你比民调。这是谈判哦，当然谈判啊，这是谈判，谈判要有取有舍啊。我支持你拿县长，你要支持我拿市长。他不是要比民调，他的蓝白合这一次不是要共推用民调推一个候选人。但是我要拿竹北市，那徐欣莹呢？徐欣莹要靠后面的人呢。后面的人是谁？后面的人，廖天法师啊，后面禅师啊。所以这一次，这是国民党在新竹县的这个徐欣莹，他基本上是个政教合一的候选人。对，他有宗教色彩嘛。都这样，所以徐欣莹的打法里面，他当然希望竹北市，因为竹北市占新竹县1/3的选票。40%，人口又增加了，大概已经超过1/3了。对。所以这个市长的选法要跟县长的选法要同步。照你讲到现在这样的话，那国民党只能吞啦。问题是徐欣莹后面的要不要吞呢？因为如果徐欣要拿下县长，那显然竹北很重要嘛。那你就要民众党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你非要单一的蓝白要共推一个候选人，那徐欣后面的人要去跟柯文哲谈呢。那柯文哲要的是什么嘛？他真的要变现吗？好，变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2种解释。哇，一个是把流量变选票，是；第二种不知道会不会变成钞票，还是变成其他的。那变钞票有一个问题。变钞票会有抽原子汤条款，所以变钞票不小心，那就是选罢法，所以这里面也在要就后面当然要问一件事情：邱成远真的会选到底吗？其实，在讲邱成远是不是真的会选到底的潜台词是问柯文哲到底要什么？但这里面就有一个为什么说是谈判，不是民调，就是如果国民党或者徐熙莹他们没有搞懂这个柯文哲真正要的是什么，那这一局很容易破。然后再补最后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因为徐熙莹是一个很特殊的候选人。什么叫特殊？政教合一。那他留下来的初选恩怨，跟陈建贤需要一个很公开的表态，就是要陈建贤的公开表态。
进行了公开表态，否则它的内部这个裂痕到底有多深？如果你内部有内伤，外部有个柯文哲，绝对不是邱成远啊。有个柯文哲，他的阴谋我看懂了，柯文哲真的哪有那么简单呢？所以你告诉他那一刻，我这样讲完，你看懂了？没有，他的什么？竹北算什么啊？那他要什么？不是，他要的多了。第一个，请问你，他已经戒掉吃槟榔的习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民进党抹黑他说他是槟榔，有没有？外绿内红，跟老公很好，有没有？然后外面是深绿的228受难家属，他不吃，他现在没有红的影子啦。因为什么？因为老公。因为这个事情精华成，他变老公的弃子，他没有利用价值，老公不理他了，不理他就回归他本性。他本性是怎么样？是讨厌国民党，大家不能否认吧？他本性1秒钟是讨厌国民党，他太国民党这辈子没有一句好话了。他现在1秒钟讨厌的是赖清德。好来，然后既然戒掉了吃槟榔的习惯，那就是回到里面那个红的那个石灰没了，只有剩外面的绿的那果实嘛，槟榔果。好，那他的。最近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丢出人事案，废掉整个党的100年大计，摧毁制度于不顾，就是要陈昭之，好不好？就这个2年条款，这第一句话。第二，跟柯建铭见面，柯建铭说啊，早就应该绿白合，然后林作水又说对嘛，赖清德这么硬干嘛？应该灵活嘛，执政对不对？有吧？这个好，这个都是一个局，竹北只是一个点，他要想干嘛？我柯文哲回归到不吃槟榔，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柯文哲决定干嘛？班师回朝，要干掉黄国昌。黄国昌启容黄国昌在卧塔之侧酣睡，而且黄国昌是完全纯蓝的，跟我柯文哲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哦。黄国昌，你这个小蓝，然后我把你收留进来，变成党主席培养你，因为我官司啊干嘛这样哈？我绝不能眼睁睁看到我的产业，我的民众党被黄国昌送给国民党，这个党就不见了，在内部消失，这孰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它的基础。最后我要讲的，最近政坛流行什么？一句话，赖清德在推什么？叫台湾大联盟，台湾优先，就是看多吸收本省级的，好，甚至还扯到本党的一个大的人，那就先不谈在节目。就是这些人，你要不要柯文哲是一件事 ，OK， 可是我问你。赖清德要选举啊，是不是要要得51%？好，蓝白合也是来势汹汹，所以他要更深化的切割，不管从省级、从意识形态等等。可他这样的呼吁，我不晓得赖跟柯有没有谈，也不晓得他要不要柯。柯看懂了嘛？连我们都看得懂，柯看不懂这个整个大局，回归到本性，回归到228的受难家属，回归到老公不理我，回归到黄国昌不可以把我党弄掉。所以竹北这个一定要这样干的，所以就是要绿白能够在未来，是我认为是这样子。来，基本上呢，柯文哲其实呢，竹北其实他有个新竹市，他其实已经是有一席之地，但是现在呢，喊话是什么？第一个，4亿元县市议员在各地几乎都被国民党碾压，所以他就没了。那没了以后，就算有人拿到门票，但是如果你没过4%，最后得票，那其实没人理。所以这个竹北呢，它就是精算的。竹北其实跟过去10年前的桃园很像，因为现在整个新竹县很特殊，就是因为整个新竹县，你不要看以前我们都是客家乡亲啊或什么的，现在新竹县平均年龄40.5岁，桃园36，然后特别是竹北，这种20到40岁之间的占了29.8%，那这个他们呢，这群人呢，其实也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他们基本上他是一个新移民，中青会没有力量。所以但是许欣莹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时候许欣莹现在在中青会那边是吃了点亏，因为郑朝芳尤其是郑永金在中青会那边是拿到很多的资源可以下去，所以他这时候就出来了。因为现在竹北如果成为一个筹码，他证明一件事情，你国民党拿不到的，我有机会，因为这一群票也不是民进党的票，所以他现在是拿到他最后一个筹码，跟国民党喊价。那如果实验能够成功，那2028年的时候，他那张门票才会有价值。不然一开完票之后，县市长他也没有了。县市议员上次是他的台北市长之那个威力还在，也只有4%。那现在怎么办？一个竹北加一个桃园，那是加一个新竹市，那是什么意思？台湾的新增的，尤其是中间
年轻选民，然后确确实实工程师很苦，所以他们有时候是需要心灵慰藉。我一句话，新竹高虹安不能算成是柯文哲的。高虹安跟国民党走得比较近，半个了。他2/3，好不好？来，我补一句话哈，这个我认为邱纯永会选到底，他也不会跟你比民调，比民调是本党的候选人会赢哈，所以选到底对他最有利。为什么？你让今天国民党如果真的被他恐吓到让，当然他赢嘛，不要讲。对啊，可选到底啊，国民党的人被拖垮，那也是跟台湾大联盟表态啊，他还是赢啊，还是绿白河的概念嘛，还是差一点。不过对邱正宇或者柯文哲，如果硬搞到底的话，有个风险。万一开出来的票落差太大，他会破功。你的太少是吧？对啊，所以柯文哲到底敢不敢？来，俊伟，他是不得不赌了。对啊，这个就是国民党的战略错误问题因为你新竹市太早让给高虹安。因为你要让给高以前，你应该要竹北都先谈好，竹北你要先谈好。你要了解哦，竹北新竹县有60万人，竹北就占了22万。你要让给高以前，你应该要竹北都先谈好，竹北你要先谈好。你要了解哦，竹北新竹县有60万人，竹北就占了22万。那新竹县它县政府的统计啊，这个百货零售啦，包括什么预售屋等等竹北的产值占了70%，税额贡献度超过50%，整个竹北拿下来，拿下竹北就拿下新竹，等于新竹县一半是你。徐熙娣你要吗？你要把竹北让给民众党，那柯文哲很清楚嘛，因为第一个他们2个连在一起，生活圈是同一个，新竹市跟新竹县跟竹北跟竹北，那对柯文哲来讲，他现在全台湾大概县市长全垮了，所以他要找一个基地，就好像他都学毛泽东嘛，这个就是他的延安，他要创造一个延安出来嘛。那你既然新竹市国民党让给我，那我毫不客气了。我就再拿竹北，你说竹北全台湾最有钱的5个里一个在台南一个在新竹市，3个在竹北。关心你，你要挤入前五名你每一户的所得年收入要250万以上。所以竹北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对啊。那也许柯文哲认为，竹北弄笑人了呀，年轻工程师那我们没有，主要是他上次开票，他的票开得太好了。对。那你国民党现在就是所谓的火车对撞嘛，你让不让的问题嘛？那你这一让，下一个他要拿的就是新竹县长，对不对？因为他就有机会了，竹北市拿走了，那第一个他议员的席次以外，那徐熙娣留下来的立委都岌岌可危，所以柯文哲一定看中了，他可以把新竹县市通通拿下来，成为他的延安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来上空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柯文哲的态度是2车对撞，他给对方看的是我的方向盘丢掉了，我没有方向盘了，我现在就是往前冲的，你不要寄望我会横斗路会转弯，没有这回事。狭路相逢勇者胜，当然是这样的啊。那国民党要接受这一块吗？如果不接受，未来蓝白合怎么办？来1分钟。当一件事情就是说，竹北市足不足以让上面谈好的其他县市都破功，我认为不至于啊，好，不至于。第二个，柯文哲的强势也代表他跟黄国昌的相对比较，因为我要走的路线跟黄国昌是否相同，他在表达一个不相同，因为黄国昌跟人家签的没有竹北市啊，是啊。所以他在表达一个他跟黄国昌是否未来路线的不同，在蓝与绿里面，尤其是蓝白河里面，会不会走一条不同的路啊？所以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简讯。那今年年底就是黄国昌的主席任期到了，那柯文哲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对民众党是一个什么想象？它也会关系到未来蓝白合的走向，因为任期到了，如果想象跟到最后执行跟现在状况不一样的话，国民党又要重新去面对一次
蓝白合的问题，而且这一次的蓝白合就是2028了，因为2026选完了，2028的蓝白合，这才是国民党最紧张的地方啊。来，最后1分钟。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变数哦，柯文哲字里行间2028一直拿出来提醒你哦。那国民党2028如果要拿下江山，势必也需要白银的合作，所以整个局到最后怎么办？我就快速讲2件事情就好。第一个，在民众党手上就是还有一个那个总统大选的门票，对啊，是啊，那个门票就是在民众党手上，然后对又给郭台铭，然后对柯文哲来讲，民众党这个党确实就是因为他而生的政党，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对柯文哲讲，在新竹县市这边的布局呢，他的人至少相对其他地方是多的。为什么？因为他至少还有一张妹妹牌可以打。所以对柯文哲来讲，在新竹市跟新竹县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如果这边都丢掉的话，那对他来说等于跟政治上资产的2件事情都丢掉是一样的。所以柯文哲一定不会丢掉。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看的还是2028，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柯文哲讲的话很有玄机。他说理智上是这样分析，但人总是有情绪，实际上要怎么处理，还是要双方高层去伤脑筋。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没有要跟你比民调，然后双方高层伤脑筋，他是叫郑丽文跟黄国昌伤脑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告诉大家说，柯文哲在民众党党内才是真的那个创党，而且才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OK，政治的尔虞我诈或是那个复杂度，那从刚才所有的一些过程，你都可以感受出来。那未来蓝白合或是从竹北、新竹这些，那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到了今年年底以前，在11月28投票以前，无人机条例的审议的过程当中，蓝绿白之间会是怎么样？那韩国院长回来以后，对国民党来说就会是什么一个局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子们，我们下周见，拜拜。